欢迎回到摸石过河，我是查尔斯老查。今天呢，我们继续中中台关系系列的第5集。由于今天这集内容比较多所以今天这集会分为上下2部。其实，在很多关于台海问题的分析里尤其是民间分析里呢，会把古早一段时间里两岸关系比作一场追求，而且呢，这不是一场公平的恋爱，这是一场舔狗与女神的博弈。可能很多朋友会笑老查你这比喻也太网络太离谱了吧？那我们一起看一看从1979年改革开放以后，老共对台湾做了些什么呢？经济上，台商到大陆投资，各种税收优惠，搞两岸一家亲，给钱给政策。ECFA 也就是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让利几百亿美元。在教育上呢，台湾的学生考大陆大学降分录取，奖学金、生活补助应有尽有。譬如无需高考，只需学测语文、数学、英文任一科达均标级，也就是说达到大约台湾学生的 70% 水平，即可申请400多所大陆的高校，比如说清华和北大。经面试择优录取，甚至无需统一的高考分数线。而在就业上31条惠台措施，26条措施，台湾人在大陆享受国民待遇，甚至在国际上，只要你说我是中国人，哪怕你拿的是中华民国的护照，上面还有大大的台湾字样，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事馆就会护着你。所以大家看这像不像一个追求者各种示好，各种付出，各种我对你好。但问题是台湾人买账吗？我们看一些数据1990年代台湾人认同我是中国人的比例还有 25% 左右，2020年代这个数字掉到了不到 3% 了，而反而我是台湾人不是中国人的比例超过了 60%。 老共越是示好，台湾人就越远离，这不就是典型的舔狗悲剧吗？为什么会这样呢？很多人会说是因为你共产党专制是因为台湾人向往民主是因为美国在背后搞鬼。这些都对，但今天的节目会告诉我们这个舔狗悲剧的根源藏在1949到1987这38年里。在这38年里，台湾发生了什么？为什么台湾人从我们都是中国人变成了我们都是台湾人？其实呢，我们都知道的并不是共产党造成的，而是另一个中国政权国民党亲手造成的。今天这集我们就来拆解1949至1987白色恐怖与本土意识的觉醒。当女神被渣男伤了心，其他当舔狗的都没有好下场。不好意思拿错剧本了，是为什么共产党越舔，台湾人越跑？因为台湾人已经不认为自己是被追求的对象了。在台湾人的心里看到的是这一场追求怕又是另一场骗局。很多人讲1949年国民党败退台湾，都会说蒋介石带着残兵败将逃到台湾，但其实有人算过一笔账，蒋介石到底带走了什么？这可不是一次逃难而是一次史上最大规模的国家资产转移。我们先来看看蒋介石从大陆带走了什么硬货。先看时间线，1948年12月蒋介石下令开始转移，1949年1月到5月加速转移，1949年5月到12月疯狂撤退。怎么转移的？第一批用飞机，1948年12月国民党征用了所有能飞的运输机，美制的 C46、C47 运输机来回穿梭于上海和台北之间，黄金、白银、外汇优先空运，每一架飞机都装满了金条。第二批呢是用军舰，1949年上半年国民党海军的军舰不是用来打仗的，而是用来搬家的，什么中海号、永兴号、美盛号，一艘接一艘的从上海开往基隆，开往高雄。那装的是什么呢？是设备、文物、档案还有物资。第三批是用商船，到了1949年下半年国民党征用了大量的民间商船，著名的太平轮，就是那个电影太平轮，还有建国轮、海护轮，这些船呢装的就是人了，外省人拖家带口挤上船，很多人连行李都来不及带。在1948年底到1949年间，往返了数百次，将黄金、文物、军政人员陆续转移到台湾。这是什么概念这是一个国家的整体打包和迁移，不是逃难是战略转移。我们先说说黄金根据台湾中央银行档案，运到台湾的黄金约277万两，折合约86吨。这是什么概念当时中华民国的全部黄金储备几乎全被搬空。按照1949年的金价，这笔黄金的估算价值约2亿美金。那如果按照今天的金价，也就是2025年至2026年期间，价值约50亿美元。但这还不算完这笔黄金呢，在1949年的台湾起到的作用远超于它的面值。学界一般认为，带来的几百万黄金中有约80万两
被用作了币制改革准备金，在稳定物价和新台币初期汇率上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当然啊，虽然我们不能简单的把台湾战后经济稳定只归结于黄金这一项，但它在一定程度上确实稳定了台湾的货币，让台币没有像大陆的法币一样崩盘。而白银方面，许多文献泛称是说巨量银元和白银储备被转移，具体数字呢已难考证，但保守估计也有1000万两以上的级别。再就是外汇，美元储备方面，有研究认为约有1亿美元，这在当时已经是天文数字了。另外呢，就是文物方面了，实际运到台湾是2972项文物，这部分呢约占抗战时期南迁文物箱数的 22%。 虽然每箱的件数不同但主要呢是从精选中选出精品。有不少介绍性的文章说是有60万件精品文物，当然这个估算呢也偏向民间，也不是官方的精确统计。这其中包括清明上河图、翠玉白菜、毛公鼎等等，这些文物的价值无法用金钱衡量了，它们代表的是中华文化的正统。最后就是还有设备，大陆部分的兵工、造币与印钞设备呢被拆运到台湾，为战后在岛内维持基本的军工生产和货币印刷提供了物质基础。当然呢，不过后来台湾的整体经济仍高度依赖外援与进口，所以总价值估算，如果以1949年物价和汇率粗略估算的话，这批可动用资产的价值在数亿美元级别，折算到今天可能是数百亿美元的量级了。当然，不同的研究者呢给出的数字差异也很大，这里老查呢就不班门弄斧了。但老查要说的是，这些硬货其实还不是最值钱的，最值钱的还有人。1949年跟着国民党撤退到台湾的不只是100万军队还有100万各行各业的精英，比如说教授和学者，有北大、清华、中央大学的教授们，他们带着自己的学问在台湾重建了大学体系，比如说台湾大学、政治大学、新竹的清华大学。这些学校的基础就是这批大陆来的教授，另外还有工程师和技术工人，懂机械的、懂化工的、懂电力的，这些人是台湾工业化的基础，没有他们，台湾不可能在1960年代快速工业化。还有医生、律师和会计师，各种专业人才，他们把在大陆的现代化知识带到了台湾。另外呢，还有企业家和资本家，上海的纺织厂老板，江浙的丝绸商人，他们带着资金和技术在台湾重建了产业。所以大家算算这笔账如果培养一个大学教授需要20年，培养一个熟练的技工需要10年，那么200万人里面，假设有20万是专业人才，这相当于当时台湾获得了一个国家10年的人才培养成本。这一笔人力资本的价值远超那些黄金白银。到了这里，老查要告诉大家是，还有更有价值的东西，很多人不曾关注。当时最值钱的还不是人和钱，而是法统。什么叫法统就是我才是合法政府的资格认证。1949年的中华民国拥有什么呀？第一个就是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席位1945年中华民国是联合国创始会员国，是5大常任理事国之一，拥有否决权。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在国际上中华民国就是中国。第二，二战战胜国的身份，中华民国可是参加了开罗会议和波茨坦会议的，日本投降也是向中华民国投降的，台湾澎湖的主权是宣言层面日本要归还给中华民国的。第三，是与美国签订了共同防御条约。1954年的时候，美国和中华民国签订了中美共同防御条约，美国承诺如果有人攻击台湾，也就是攻击中华民国，美国会出兵保护。这3样东西加在一起是什么？这就是蒋介石手里的王炸。他可以对世界说，我才是中国的合法政府，共产党是叛乱团体，台湾才是中华民国的主要领土。而在1949年至1971年这22年里，国际社会上尤其是西方的阵营真的只承认这套说法。所以大家看蒋介石带到台湾的不只是人和钱，他带来的是重建一个中国的全套资源。他的如意算盘上集我们聊过。第一步是在台湾站稳脚跟，用黄金稳定货币，用人才重建政府、军队和教育，用美国的保护挡住共产党的进攻。第二步呢，养精蓄锐，等待时机，等老共在大陆出了问题，比如说经济崩溃、内部分裂，然后呢再等美国支持反攻大陆。第三步那就是反攻大陆，恢复中华民国了。这可不是开玩笑蒋介石到死都在相信自己能反攻大陆的，所以台湾对他来说是临时基地，就像当年郑成功把台湾当反清基地一样。这种外来政权逻辑一脉相承。
但是这几套组合下来，瞬间啊就把台湾变成了贵族家的大小姐，而对岸的那位呢，一穷二白，估计想当舔狗都只能排在最后的位置上了。那么现在我们理解了蒋介石带来的家底，我们现在要看一个问题了，台湾本地人怎么看待这一切？上一集我们说过，1947年的228事件，本省精英被大规模的清洗，死亡了约2至3万人。1949年200万外省人登陆台湾，本省的600万人心里想，又来了一批外省人，他们会不会又要欺负我们了？而外省的这200万人里心里想的是什么呀？这里是临时基地，等着我们反攻大陆。本省人啊，那被日本统治了50年，靠得住吗？两边从一开始就互相不信任，最关键的是掌握权力的是那200万外省人，政府官员、军队将领、国企高官、清一色的外省人，本省人只能在基层、在民间、在中小企业打拼。这种权力结构啊，埋下了一个炸弹，而这个炸弹呢，在接下来的38年里越埋越深。很多人有一个疑问啊，国民党在大陆的时候虽然独裁，但还没这么狠，怎么到了台湾反而更加残暴了？38年戒严，世界纪录啊！而14万的政治犯，很明显，在台湾时期啊，政治破坏的规模和密度远高于国民党在大陆执政后期的常规镇压了。思想控制、白色恐怖、特务统治，这些到底是为什么呢？老查的答案是啊，这是一个失败政权的系统自保的极端反应。我们从4个层面来拆解这个逻辑啊。第一呢，这是在大陆失败的创伤。1949年之前，国民党掌握着全中国，军队、领土、人口都碾压共产党，但短短3年啊，从1946年到1949年全盘崩溃。为什么会输啊？国民党当时内部的反思是啊，我们对共产党的渗透不够警惕，我们对异议分子啊太宽容了，我们的思想控制啊不够严，所以到了台湾啊，他们得出的结论是绝对不能犯同样的错误。第二呢，台湾啊是最后的堡垒了，大陆已经丢了，如果把台湾再丢了，国民党就真的完蛋了，没有退路，没有缓冲，台湾等于生存或者死亡。在这种背水一战的心态下，任何威胁都会被无限放大，任何反对的声音都会被视为敌对势力。第三呢，对岸啊还虎视眈眈。1950年代对岸可没有闲着啊，共产党天天喊着要解放台湾，金门炮战，搞台海危机，外部的压力啊极大。国民党的逻辑是，共产党随时可能要打过来的，如果岛内有人响应，那我们就完了。所以啊，必须把岛内的不稳定因素全部清除。第四，就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了。1949年的时候，本省人是600万，外省人呢是200万，人口比例是3比1，而且外省人掌握所有的权力，这是一种极其脆弱的统治结构。国民党心里很清楚啊，如果本省人造反，我们根本压不住的，所以必须要用高压手段把本省人给管死。这4个因素啊加在一起，导致什么？导致了一个比大陆更加极端的独裁体制。然后呢，我们就来看看啊，1949年至1987年这38年里，国民党是怎么管理台湾的。1949年5月20日，台湾省警备总司令部发布戒严令，从这一天开始，台湾啊进入了长达38年的戒严时期。戒严意味着什么呀？军事管制，军队可以随时进入民宅进行搜查，可以不经审判直接抓人。言论管制，报纸、杂志、书籍全部要审查，不能批评政府，不能质疑领袖。集会管制，3个人以上的聚会要申请许可。出入境管制，想出国啊，先过政治审查这一关。而最恐怖的，也就是著名的白色恐怖了，就是你不知道哪句话说错了就会被抓，你不知道哪个朋友是线人就会被举报，你不知道今晚会不会有人敲门把你直接给带走。白色恐怖的核心机制啊，不是暴力本身，而是让恐惧成为一种自我审查的系统。当你不知道边界在哪，你就会主动远离所有的可能边界。根据台湾官方的威权统治时期政治受难者调查，1949至1987年政治犯超过14万人，其中据学者估计被执行死刑的约有3000至5000人，被判刑的10万人以上。这些人犯了什么罪啊？阅读禁书，比如读了鲁迅的书，比如读了《资本论》，参加读书会，几个朋友在一起讨论政治、讨论社会，就会被定为组织叛乱。批评政府，说一句政治腐败，就可能会被抓、被关起来。如果你和大陆有联系，比如说家里有个亲戚在大陆，写信问候一下，你就会被怀疑啊是通匪，甚至啊被人诬告，有人想整你，随便举报你一句你是匪谍，你就完了。这种恐怖呢，渗透到每一个角落。这些情况啊，所有简中圈的人啊，是不是很熟悉啊？学校里老师不敢乱讲话，工厂里工人不敢乱抱怨，家里父母不敢和孩子谈政治，因为你不知道谁在监视你。但国民党的统治不只是恐怖啊，
更极端的呢还有洗脑。国民党要做的不只是让你不敢反抗，而是要让你从心底认同中华民国。怎么做啊？还是一样，从教育开始。第一，历史教育要以中国史为主，台湾史要边缘化。1949年之后，台湾历史的课本啊，95%内容是中国历史，从夏商周到秦汉唐宋元明清，从黄河流域到长江流域，从孔子孟子到朱熹王阳明，讲得详详细细。而台湾的历史呢，只有几页，荷兰人来过，郑成功来过，清朝统治过，日本占领过，讲解的还没有老茶的节目来的详细。就这样，台湾本地的历史、原住民的历史、本省人的故事全部被抹掉。结果是什么？台湾的学生能背出长江发源于青藏高原，能说出黄河流经9个省，甚至能认出秦朝的疆域图，但不知道台湾最大的河流叫什么，不知道台湾有几个原住民族群，不知道自己家乡的历史。他们被培养成了中国人，而不是台湾人。最有代表的是地理教育，大陆的地理倒背如流，台湾的地理一片空白。当时台湾地理的课本90%都在讲大陆，东三省有哪些，西北5省是哪些，长江三峡是哪里，黄河户口瀑布在哪，全都要背，而且还画地图。很多台湾学生能闭着眼睛画出中华民国全图，而且还包括东三省、新疆和西藏。但当你问他台湾中央山脉有哪些主要的山峰不知道。你问他台湾主要的平原分布在哪，也不知道，因为课本里根本就没教。1950年至1980年代成长起来的台湾人，对大陆的地理比对台湾地理还熟悉。这是什么呀？这就是认同植入。国民党要是台湾人觉得我的家不是台湾，而是整个中国，台湾只是中国的一小部分，我的根在大陆。但最狠的呢还是语言政策这个呢我们之前也聊过。1949年之后，国民党推行国语运动。什么叫国语就是以北京话为基础的标准汉语，也就是普通话。所以说文化统一才是最高效的统一方法。在学校里只能讲国语，如果说闽南话、客家话要罚钱。有一个政策叫说方言罚款。熟悉的味道来了在学校里，老师会给每个班级发一个牌子，上面写着我说方言，谁说了方言，牌子就挂在谁的脖子上。放学的时候，谁的脖子上挂着牌子，你就要罚款，从5毛钱到5块钱不等。大家想想1960年代一个工人一天的工资也就几块钱，你罚5块相当于罚掉了你一天的工资结果是什么？台湾的孩子们在学校根本不敢说闽南话，回家也慢慢的就不说了，因为父母怕孩子在学校说漏嘴。一代人下来，很多年轻人的闽南话、客家话都说的不利索了。更夸张的是在公共场合说方言会被认为没文化、低俗，说国语才是有教养、有水平。这种语言歧视是国民党刻意制造出来的，目的就是让本省人觉得我们的语言是低等的，我们必须学习高等国语，我们必须成为中国人。最后就是文化打压了，在日据时代的一切都是污点。之前的节目里面我们说过在1895年至1945年，日本呢统治了台湾50年。这50年里，台湾人被日本皇民化，很多人会说日语，用日本名字，接受日本教育。国民党来了以后，把这一切都定义为耻辱。你们被日本人殖民过是可耻的，你们学日语是被奴化了，你们必须去日本化，重新做中国人。所以所有日文书籍全部销毁，所有日本名字必须改成中文名，所有日本习惯必须改掉。而且日据时代受过教育的台湾人会被打上皇民的标签。这些人很多呢是台湾的知识分子、社会精英我们以前呢也说过，他们会说日语，接受过现代化教育，但在国民党眼里他们是不可信任的，因为他们被日本洗脑过。所以这批人在政治上被边缘化，他们很难进入政府、军队和国企，只能在民间、在中小企业中呢谋生。所以大家看国民党的逻辑是什么呀？你们过去是日本的奴隶，现在要做中国人，你们的语言是低级的，要学国语，你们的历史不重要，中国历史才重要，你们必须认同中华民国，认同中国。这就不是教育了，这就是洗脑甚至说今天为什么台湾人对老共那么反感，来源不正是于此吗？但有一点必须得说明的是国民党虽然在政治上高压，在经济上呢却干得不错。1950年的土地改革，耕者有其田，把日据时代的大地主土地呢分给了农民。这个政策在台湾推行的比大陆还成功。为什么？因为台湾的大地主很多是日本人留下的，所以国民党分的是日本人的地，不是自己的地，阻力非常小。然后呢1960年代出口导向的工业化，纺织、塑料、电子等等等等，台湾成为了亚洲4小龙之一。
1970年代10大建设，什么高速公路、港口、机场、钢铁厂，基础设施大幅改善。到了1980年代啊，台湾的人均 GDP 已经超过了3000美元，比中国大陆高出了10几倍。台湾变成了亚洲新兴富裕地区。但问题来了，这些经济成果谁拿走了大头呢？还是那个熟悉的画面啊，就像日本时代一样，经济果实的分配遵循的还是谁掌权谁先拿的逻辑。他们拿的是铁饭碗，有稳定的高薪，而本省人呢，大部分人在中小企业、在民营企业里面打拼。他们虽然也赚到钱了，但他们同时也发现，我们创造了财富，但我们没有权利；我们交税，但政府还不是我们的政府；我们在这里生活，但我们没有发言权。而且啊，到了1970到1980年代，本省人的中产阶级啊，已经壮大起来了，他们有钱了，他们的孩子呢也上了大学，他们呢也见过了世面，他们开始问了一个问题：那我到底是谁啊？这里啊就出现了一个很奇怪的现象，从1949年到1980年代，整整30多年，国民党天天在学校里教我们是中国人，天天在课本里灌输大陆是我们的家乡，天天在广播里面放反攻大陆、解放同胞。这按理说被洗脑了30多年，这一代台湾人应该牢牢的认同中国才对了吧？但到了1980年代，反而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说我是台湾人。那为什么30年的中国化教育最后反而催生了台湾意识呢？老查的拆解里认为啊，有3个关键的认知冲击。第一个冲击呢，就是1971年退出联合国。1971年10月25日，联合国大会通过2758号决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中华民国成为中国的唯一合法代表。中华民国啊是被赶出联合国了。这对台湾人啊是一个巨大的打击啊，因为从小课本告诉他们，我们是联合国5大常任理事国，我们代表着中国，我们是国际秩序承认的合法政府。但1971年之后，全世界都在说，对不起，你们不是中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才是中国。台湾人就开始困惑了，那我们不是中国了，那我们是什么？如果我们不是中国，我们是谁啊？第二个冲击呢，是1979年的中美建交了。1979年1月1日，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同时与中华民国断交。这意味着什么呀？连美国这个老大哥都不在面子上承认台湾是中国了。从1950年代开始，台湾的安全感就来自于美国。中美共同防御条约，美国的军事援助，美国的经济援助，台湾能活下来跟日本差不多，很大程度上靠美国撑腰。但1979年美国说对不起，我们承认北京政府才是中国，你们台湾我们呢会继续非官方的支持的，但不再承认你们是中国政府了。台湾人啊再次受到打击，原来我们真的不是中国了，那我们是什么呀？第3个冲击啊是外省第一代的老去和外省第2代的本土化。1949年来台湾的那200万外省人，到了1980年代很多已经老了，甚至已经去世了。他们的反攻大陆梦想越来越遥远，他们的儿女外省的第2代出生在台湾，长大在台湾，他们也没去过大陆，他们的朋友都是台湾人，他们的生活就在台湾。他们开始意识到大陆啊不是我的家，台湾才是我的家。连外省第2代都开始本土化了，更不用说本省人了。所以到了1980年代，一个巨大的认知裂变了。国民党教了30年我们是中国人，但现实呢告诉台湾人，全世界都不认为我们是中国了。我们在台湾生活了30年，从未去过大陆，我们的根就在台湾，那么我们不就是台湾人了吗？这就是为什么30年的中国化教育最后反而催生了台湾意识，因为现实和教育啊出现了巨大的割裂。当一个人被告知你是 A， 但现实又告诉他你不是 A， 他就会开始问，那我到底是谁啊？而这个问题的答案在1980年代越来越清晰，我是台湾人。老蔡在这里啊想补充一个很多人忽略的问题，常凯申先生的反攻大陆并没有实现，而台湾成了中华民国事实上独立的载体。那如果台湾事实独立够久，是不是能在国际法上转正了？这个问题甚至在台湾独派的内部讨论几十年。他们的逻辑是，我们已经独立这么久了，有自己的政府、军队、货币、护照，国际法上不是有个时效取得吗？只要我们独立够久，国际社会就得承认我们啊。听起来很有道理，对吧？但老查的拆解是这个逻辑在台湾问题上可能无法成立。我们来看看国际法是怎么说的。什么叫做时效取得简单来说，就是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的领土长期、公开、和平、持续的行使主权，而原主权国不提出抗议或反对，时间长到国际社会都认为这就是现状了，那么这个占领国就可以合法取得这块领土的主权。听起来是不是很像民法里的时效性站着站着就变成你的了？关键要点呢有4个。
第一，占领国必须以主权的方式统治，不能只是临时管理，必须是我就是这里的主人，这点啊，中华民国肯定没问题。第二呢，是占有必须是和平、公开、持续的，不能是武力威胁，不能呢偷偷摸摸，这点呢，中华民国也没问题。第三是原主权国必须不抗议或默认，如果原主权国一直抗议，时效呢就会中断。问题就来了，上集我们说过啊，这一块是中东台最大的关系扯皮点。第四呢，是时间要足够长，要多长啊？国际法呢没明确规定，有学者说是50年，有学者说啊是超出记忆就可以。那么问题就是，如果台湾想独立，符合这些条件吗？我们一个个来看一下啊。第一，谁在以主权的方式统治台湾？是台湾本体吗？不是，是中华民国。中华民国自己宣称，我是全中国的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华民国的一个省，我的首都在台北，但我代表整个中国。所以大家看啊，中华民国自己都不认为自己是台湾国，他认为自己是中国，所以根本不存在一个叫台湾的主权实体在行使主权，只有中华民国在行使主权，而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都认为自己才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这不是台湾独立，这是两个中国之争。而第二条，原主权国有没有抗议？这老共中华人民共和国从1949年建国开始就一直声称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华民国已经灭亡了，所以台湾必须归我所有，台湾必须统一。而且这个抗议啊，不是嘴上说说啊。1950年金门炮战、台海危机，1970年代中美建交要求美国承认一个中国，1990年代导弹演习、武力威慑，2000年代反分裂国家法，法律明确禁止台独，2020年代军机绕台，军演常态化，每一次外交抗议啊，每一次军事行动，在国际法上都叫做时效中断。就像你欠我钱，我每年都去法院起诉你一次，这样的操作啊，诉讼时效呢就永远不会过期。但问题是，原主权国，上一集我们说到啊，之前的2个公告都说台湾归还的是中华民国，老共要想成为原主权国，那就必须先解决掉前主权国，这就又回到上一章的内容里面去了。第3条更麻烦，国际社会承认台湾是独立国家吗？1971年之前，国际社会承认的是中华民国代表中国；1971年之后，国际社会承认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中国，但从来没有一个国际共识认为台湾是一个独立国家。今天全世界有193个联合国会员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有180多个，而承认中华民国的只剩10几个小国，目前啊还在减少，没有一个大国承认台湾是独立的国家。而美国的立场又是什么？叫做一个中国政策。美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但不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也不反对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老美的战略模糊啊。但美国从来没说过台湾是个独立国家，所以台湾在国际法上的时效取得完全不得成立。第一，没有一个叫台湾的主权实体在行使主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抗议从来没有中断。第三，国际社会啊完全没有形成台湾是独立国家的共识。这就是台独派为什么那么拼命的想要3件事。第一个呢，就是证明，想把中华民国改成台湾共和国。第二呢，想制宪，制定台湾宪法而不是中华民国宪法，宣布主权独立。第三呢，就是入联，加入联合国，取得国际承认。因为他们知道啊，只有创造出台湾国行使主权的国际法事实，时效取得才有可能启动。但问题是，每一次他们想这么干，对岸就会用武力威慑，用国际外交上的压力把这个时效掐死在萌芽状态。而内部的民国派呢，也不敢苟同。所以台湾的独立啊，不是时间够长就能解决问题的，而是一个结构性的死局。在这个背景下，台湾的本体精英啊开始行动了。有一个词叫做党外，就是国民党之外。1950年至1970年代，台湾啊就只有一个合法政党，国民党。但宪法规定可以有无党籍人士参选，于是啊，一些台湾本省的精英就以无党籍身份参加地方选举、立法委员会选举。他们虽然不是党，但他们结成了联盟，这就是党外运动。党外人士诉求是什么？一开始呢是要民主，要解除戒严，要开放报禁党禁，要让人民有言论自由。但慢慢的诉求变了，从要民主变成了台湾人要当家。因为党外人士发现啊，民主不只是程序问题，更是谁当家的问题。如果只是开放民主，但权力还是掌握在外省人手里，那有什么意义呢？所以党外运动的核心诉求逐渐变成了台湾人要自己管理台湾。
这个诉求在1979年达到了一个高峰。1979年12月10日，高雄美丽岛杂志社组织了一场大规模的集会，主题是纪念世界人权日，参加的人超过2万人。他们喊的口号是什么？争取民主，反对戒严，台湾人要当家。国民党怎么回应？派军警镇压，催泪弹、警棍逮捕。最后党外运动的领袖呢，几乎全被抓了，里面有施明德、黄信介、陈菊、吴秀莲，这些人后来都成为台湾政治的重要人物。美丽岛事件呢，在当时被国民党定性为叛乱，但在台湾民间，这次事件成为了一个本土意识的成年礼，因为这是台湾第一次公开大规模的表达自己的政治主张。虽然被镇压了，但种子已经种下。台湾人发现原来我们可以为自己发声，原来我们不是永远只能被统治，原来我们还可以反抗。而且更重要的是，美丽岛事件之后，国民党的公审，这里就有点意思注意是公审从这个节点起，国民党正在悄然和中国大陆说拜拜，但很少人关注到这件事情因为公审代表着一个权力的开放反而让这些党外人士成了英雄。审判是公开的，有律师在法庭上为他们辩护，辩护词传遍了全台湾。人们发现这些人说的有道理他们要的不是叛乱，是民主，他们代表的是我们的声音美丽岛事件虽然失败了，但它从本土意识从地上走下了台面，从此台湾的政治再也回不去了。美丽岛事件之后，台湾的本土意识已经被点燃，但还有一个更根本的变化，来自外部，来自国际社会对中华民国的态度。前面我们说了，1971年中华民国退出联合国，1979年美国和中华民国断交，但这只是开始1980年代，全世界和中华民国断交的国家越来越多。我们来看一组数据1970年承认中华民国的国家有68个，1980年有23个，1990年有29个，恢复了一些，2000年有29个，没有什么变化。到了2020年，承认中华民国的国家就只有14个了。大家看这个趋势中华民国的邦交国越来越少，而且剩下的这些邦交国都是些什么国家？有梵蒂冈、巴拉圭、海地和危地马拉，还有马绍尔群岛、帕劳和图瓦卢，都是小国，没有一个大国。这意味着什么呀？意味着中华民国的国际地位已经名存实亡。曾经的联合国5大常任理事国，曾经的代表中国的合法政府，现在就只剩下10几个小国官方承认了。而这个变化对台湾人的心理冲击是巨大的。台湾人开始意识到，中华民国这个招牌已经不管用了。全世界都在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等于中国，那中华民国又等于什么呢？那如果中华民国不是中国，那它是什么？它是台湾吗？但中华民国自己又不承认自己是台湾，他还坚持自己说代表全中国，这就很尴尬了。就像一个人，全世界都说你不是国王了，但他还要穿着国王的衣服，坚持说我就是国王。台湾人看着这一切，心里想的什么呀？我们到底是在演什么戏吗？全世界都不认我们了，我们还在这里自欺欺人算什么呢？也许我们该面对现实了，我们就不是中国，我们呢是台湾。在这个时候，国民党内部也意识到了问题。蒋经国，也就是蒋介石蒋公的儿子，1978年接任了总统。这位蒋公的事迹我们会在下期节目里有更多的讲述。他其实是一个很务实的人，他知道反攻大陆已经不可能了，外省人和本省人矛盾必须缓和，台湾必须本土化，所以蒋经国做了一些改革。第一就是提拔本省人，李登辉沿李正南，台湾本省人被提拔为副总统，这是历史性的一步。因为1949年到1984年，台湾的最高领导人清一色的全是外省人，李登辉是第一个本省人的副总统。第二，开放党禁报禁。1987年，蒋经国宣布戒严解除，38年的戒严终于结束了，开放组党，开放办报，开放集会，台湾开始走向民主化。第三，允许民众赴大陆探亲。1987年11月，台湾开放民众赴大陆探亲，这是两岸隔绝38年后第一次开放。很多外省老兵终于可以回家看一看了。这些老兵回到大陆，他们发现我的家乡已经不是我记忆中的样子了，我的亲人有的已经去世，我的根其实早已经断了。很多人回来后更加确认了，台湾才是我的家。而且大家别忘了，那时候的大陆依然还很穷，那时候的台湾已经是亚洲4小龙了。蒋经国的这些改革是非常有意义的，但问题是太晚了。1949年到1987年，38年的高压统治，38年的中国化洗脑，38年的本省围着外省的矛盾，这些累积下来的创伤不是1、2个政策就能抚平的。而且最关键的是，1988年1月，蒋经国去世了。
李登辉成为台湾第一个本省人总统。从这一刻开始，台湾的政治彻底改变。好，第5章的上半段啊，我们主要说的是呢，国民党在台湾这将近40年里的治理。当然啊，对岸的那位小弟变大哥的哥们也没闲着。下半章我们会继续聊老共，共产党处在对岸又对台湾做了些什么呢？这里是墨石过河，我是查尔斯老查，这里是中东台关系系列，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